西游记》第33回，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这银角大王也是个聪明的妖怪，在抓回猪八戒之后，并没有乘胜追击，用武力去强打孙悟空，而是来了个智取。他先是变成了一个年老的道士，假装自己的腿脚受伤，躺在地上直哎呦。唐僧看见以后，难免要打发善心，让孙悟空背着他向前走。可没想到，这银角大王竟然会用移山倒海的法术，将须弥山、峨眉山放在了孙悟空的身上，两座山压在头顶，孙悟空还勉强能够前进。最后这银角大王竟然将泰山也压在了孙悟空的身上，即便是孙悟空也难逃这泰山压顶的重力呀，于是就被压在了山下。银角大王就趁此时机把唐僧和沙僧一起带回了莲花洞。银角大王回来自然要吃唐僧肉啊，可是这金角大王是个很谨慎的人，他觉得光是压住孙悟空有点不放心，他要彻底灭了孙悟空才肯下嘴去吃这唐僧肉。于是金角大王拿出羊脂玉净瓶，银角大王拿出紫金红葫芦，让精细鬼、玲珑虫这两个小妖拿着这两样宝贝去把孙悟空装进来。要说这两个宝贝可是不一般，只要将这两样宝贝底朝天口朝地，面对对方叫一声名字，对方若答应了，就立即被吸入宝贝之中，然后再贴上太上老君的急急如律令，不过1时3刻，此人就即刻化为一滩脓水。可是没想到的是，孙悟空早就在神仙们的帮助下从山底逃了出来。看着这两个妖怪来捉拿自己，他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也变成了一个老道士迎了上去。看到这两个妖怪手中拿着宝贝，孙悟空觉得真是不错，想要据为己有。可是明抢的话太掉价了呀，他就拔下了尾巴上的一根毫毛，变成了一个7寸长的大紫金红葫芦，就对精细鬼和玲珑虫说，看我这宝贝比你们的还要厉害，能够把天都装进去。小妖怪自然不信呢，于是孙悟空就找来哪吒三太子帮忙，让他在南天门挥舞黑色的旗帜，把日月星辰都遮蔽住了。顿时天地一片漆黑，就像是真的被装进葫芦中一样。这两个小妖看的是目瞪口呆，我的天哪，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宝贝啊！晕晕乎乎的，他们就被孙悟空成功忽悠了，将自己手中的2个真宝贝换成了孙悟空的假宝贝。其实在这回中埋伏了一个奇怪的情节，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宝贝竟然要用太上老君的急急如律令才能起作用，可见这2个妖怪和太上老君的关系着实是不一般呐。在取经的路上，有些野生的妖怪是任凭你怎么逃也逃不过去的，这就是天灾；而神仙放出来的妖怪，那就是人为制造的人祸了。看来这9981难里也有一些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为难他们师徒4人的呀。那现在孙悟空已经骗来了宝贝，他要用宝贝干什么呢？咱们下回分解。